对不起，我没有其他选择。站在分岔路抉择的两端，难选择不知怎么办，轻易之间让心为难。一念之差，一心之间，人生路永不测变幻，黑白间的隔墙，要如何判断？一念之差，一心之间，对与错无绝对答案，尽快走出灰色阴暗，重新再活一段。拒绝这诱惑的迷幻，捍卫着心中不变的答案。别为了那欲望掉入了深渊黑暗，要感受心中那股炽热力量。我不断反复地想燃起心中太阳，朝着光一定不会迷惘，聚在心里的黑暗，举起不去的能量，无论何时坚信着我的信仰。先生，请拿出你的驾驶执照。你把车子开进不准进入的道路，违反了交通规则。Tango 2 Mike 1 to Tango Papa。那到时候你就别怨我，说我没有义气，不跟你讲。我会嫉妒的。这个，你现在还敢出来？你不怕那个保大砍你？那缩头乌龟敢出现的话，我就砍死他。你厉害喽！哎，不过也不用听他的，整天放屁。这里是你的地盘嘛，对不对？哎，不过我刚才看到高老的车，可是开车不是他。先生，以后请小心开车，注意安全。现在，请把车子开走。
Excuse me。你们好像忘了带证件。快，干什么？ Tango 2 Mike 1 to Tango Papa over. 2 suspects dressed in police uniform along Kampong Eunos. One of them is armed and has fired shots. Please send backup. Over.有人吗？有人吗？Hello， Control 0404发生命案。死者胸口有明显的枪伤。警察杀人，什么事？警察办案，我们要去0404。好的。请问你跟死者是什么关系？他是我的男朋友。
他住在这里吗？他住在澳洲，只有飞来新加坡的时候才会住在我家。跟他们2位录一份详细的口供。Respect。Ma'am， 房间有被搜过的痕迹，保险箱也空了，看来是起劫杀案。9毫米口径弹壳，死者应该是跪在那里，被枪指着开保险箱。为什么你认为他是跪着被杀？他的膝盖有明显的淤伤，显然是被人强行按下时导致的。那会不会是他想要逃跑，然后从背后被人开枪？如果逃跑时被人开枪，地上会有拖曳性的血迹，那里有大量的血迹，凶手应该是一枪打中死者的心脏部位致死。在这么近的距离开枪，凶手的身上会有喷射状的血滴。死者 Jeffrey Thomas 是澳洲籍，35岁，本地永久居民。他的职业是会计师，已婚。被杀之处是他情妇陆林的住所。致命伤是心脏的一枪。根据法医报告，他死亡时间跟嫌犯进入屋内的时间吻合。嫌犯是以查案为名进入该单位作案。房间内的保险箱被打开，里头有3000元现金和价值1万元的珠宝不翼而飞。嫌犯为了几千元现款和1万元的珠宝，持枪杀人，未免杀鸡用牛刀吧？再查看有没有别的东西被盗窃。嫌犯持有的是这类型9毫米口径的半自动手枪。我们会把案件列为持械抢劫兼谋杀案。嫌犯把抢来的车子丢弃在 Lorong Tawas。我们在车上找到了2套警察制服，大批警员还有 K9 组在附近的树林做地毯式的搜查，但没有找到他们的下落。嫌犯身穿警察制服干案，到目前为止不能排除他们是警察的可能性。由于关乎到警队的声誉，警察总监非常重视这起案件。被逮捕的嫌犯原名苏清华，外号青蛙，他是偷窃案的惯犯，2个月前刚刚从牢里放出来。青蛙前2天跟他的朋友说，他即将会有一笔钱，可是自从他从牢里放出来之后，就一直找不到工作，还欠下大耳窿。我怀疑他这笔钱来历不明。我们会先把调查重点放在青蛙身上，一旦他醒过来，就会马上立功。目前所有关卡都高度戒备，警察海岸防卫处也加强巡逻，以防另外2个嫌犯偷渡出境。这些是嫌犯可能会偷渡的地方。警察情报局已经加派人手收集相关的资料，以及寻找嫌犯有可能会偷渡的地方，以及偷渡的时候有可能会接触到的人。其中一名嫌犯手里拥有枪械，是一个极度的危险人物。特别行动指挥处已经启动了警察特工队 STAR 与我们合作，进行这次的逮捕行动。嫌犯有可能会再次干案，伤及无辜，我们一定要尽快将嫌犯缉拿归案。不过，大家进行任务时要加倍小心。Yes, sir.
根据你们提供的线报，我们马上赶去酒店，但是2个嫌犯都逃跑了，只在房间里找到几套衣服。我们目前没有收到任何偷渡的消息，他们可能是藏起来。我们查到，登记入住的一名嫌犯是泰国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青蛙曾经向一个绰号叫大嘴昌的人买了2套警察制服。大嘴昌原名张国昌，他弟弟张国志是国民服役的警员。我们在青蛙家里找到了一张他的打印照片，我们也找过他和大嘴昌问话，证实大嘴昌偷走了他弟弟2套警察制服，转卖给青蛙。这样看来，嫌犯穿上警察制服只是方便干案。目前可以证实2名嫌犯是泰国人，我们把他们的身份交给泰国警方调查，他们查出2人是持有假护照入境。他们的原名是彭萨通还有博丁，彭萨通曾经持枪抢劫，博丁曾经被判误杀罪。既然嫌犯没有离开新加坡，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出他们的藏身之处。你们继续追查偷渡地点，你们到泰国人经常去的地方看看。Yes sir. Yes sir. Madam， 你怎么在我的办公室啊？我是专门送法政管理组的报告来的。别忘了，你已经不是 FMB 的组员，而是 SCD 专门罪案处的组员。我是专门帮我同事呈报告来，顺便来看看我老婆，不行吗？气死！在嫌犯住过的酒店房里找到的烟蒂，都是属于同一个人的 DNA。可见这嫌犯的烟瘾很大。经过化验，烟草是属于印尼牌子246。据我所知，246烟混合了丁香油，香味浓郁，很多外劳都很喜欢这种香烟的味道。老婆，这起案子肯定很棘手，要不要我帮忙看看？等一下，这上面有一些印记，你看得到吗？这里。我看看。哦，这些印记可能是上一张纸写字留下来的。马上拿去见证，肯定有重要线索。喂，知道了。青蛙醒了，走。哎，你去忙你的。哎，你要不要我？不要，我没时间了。OK， 拜拜。我最近缺钱用，你最好不要再干坏事。你家有老有小，再回去蹲的话，他们怎么办？山里为你好啊，你做什么想想你家人？我不是读书钱，我儿子要买部电脑做功课，一部电脑最便宜也要好几百块呀。哎，其实有几个那种福利团体可以帮到你。那只要你是低收入家庭，你就可以申请到那些很便宜的电脑，还有免费上网的服务啊。申请要填很多表格，很麻烦的。我帮你啊。哦，谢谢你了，谢谢。不要再走回头路了。我哪里敢？昨天有人来找我说要给我5000块，帮他们去印尼，我都不敢答应他们。你想死啊？帮人家偷渡？没有啦，我又不认识他们，大概是朋友介绍的。不过我听他们讲华语啊，好像声音怪怪的。是不是像泰国人？啊，对。那当时几点？有没有问他要电话号码？大概是晚上8点多。不过我听到很吵。什么吵？歌台有人唱歌，我还听到女主持人说：“欢迎美艳小野猫芝芝。”真的假的？美艳小野猫芝芝？真的啦！哎呀，嫌犯打电话的地方就在那个歌星芝芝唱歌的歌台，只要找得到那个歌台，就能知道嫌犯曾经出现的地点了。我在想，嫌犯有可能认识歌台的人，又或者是那种护送歌星到歌台。你说的可能性都存在，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芝芝的下落。那个歌星芝芝原名梁秀芝，就住在这附近。根据可靠的情报，嫌犯曾经想找人帮忙他们偷渡，他打电话的地点就是靠近芝芝唱歌的歌台附近，所以或许芝芝能够提供一些消息给我们。芝芝啊！你好，
我是特别专案调查组的黄世杰，请问你看过这2个人吗？不认识。他们可能认识歌台的人，也可能是你的观众。台下有那么多人，我不可能抵得住。那你昨晚8点半在哪一个歌台唱歌？昨晚一直在赶台，我真的记不起了。芝芝小姐，请你想清楚。我真的不知道，对不起，我在赶时间。这对我们很重要的，芝芝小姐，芝芝小姐。小杨，小杨，不要走。喂，你怎么这样？我都说不知道了。不好意思，我同事破案心切。芝芝小姐，你提供的消息可以帮助我们破解一个很重大的案件。想一想吧。你想清楚，昨晚是个女主持人。女主持人。昨晚好像只有一个女主持人。哦，徐芳芳，龙卷风歌台在哪里？有没有消息？没有，你们那边呢？我们问过歌台的卤煮，没人见过他们。当时他们会不会只是在台下听歌而已？也许嫌犯只是路过时打电话罢了。我们已经查过歌台附近的 CCTV， 都没有嫌犯的踪影。继续找。Yes, ma'am. Yes, ma'am. 你好，我是特别专案调查组的黄子杰，他是我的同事韩晓。请问你有见过这2个人吗？他们说的是有泰国口音的华语。没有。据我所知，246烟混合了丁香油，香味浓郁，很多外劳都很喜欢这种香烟的味道。他们可能是来买246牌子的香烟，请你再仔细的想一想。我记得了，是他。这种香烟很少人买。当时他戴一只帽子，指着香烟，一句话也没说。他是什么时候来的？半夜1点多吧。谢谢你。打电话和买香烟的时间相隔了5个钟头，嫌犯应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区。这么说，他们目前很可能还留在这个地区。可是为什么闭路电视拍不到他们？他当时可能在屋内打电话。没错。如果在电话里听得到歌台的声音，他的藏身之处应该是靠近歌台。他很可能就躲在这里附近的某一个主单位，因为受不了烟瘾，半夜下楼买烟。只要查看他买香烟前后的 CCTV， 就可以知道他们在哪一座总部。找到了。在5楼。马上通知所有人到会议室开会。相信很快就能抓到那2个杀人犯。以前我在警署也抓过杀人犯，当时他手上还有枪械。小杨，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民众的安全，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危，千万不要为了逮捕罪犯做出危险的举动，明白吗？你是指昨天拦截得势的事？我是担心万一芝芝走掉，线索就断了。查案永远不止一个方向，但生命却没有 take 度的。我明白，我以后尽量不冲动就是。我去通知大家开会。好。Sir。怎么了？再给属下训话？他做事很有冲劲，只可惜性格有点冲动，还需要时间磨练。你们要开始行动了。
找到嫌犯的藏身处，只是无法确定他们躲在哪个单位。嫌犯对这里很熟，肯定做过功课。你们逮捕他们的时候，难度就越大了。怎么对这个案件这么有兴趣啊Sir说，这趟逮捕行动需要大量人手支援，我已经毛遂自荐了。嫌犯杀人不眨眼，我担心你了。又不是第一次碰到。我知道，可是现在你是我老婆，我得保护你。行动啊 ！Yes, ma'am。嫌犯当晚买了香烟回去后，就再也没有出来。相信他的同犯躲在5楼其中一个单位里。5楼有保护人家，相信没有人会想到，他们隔壁藏了一个拥有枪械的杀人犯。租屋区的人口密集，发生突发事件的话，要疏散人群不简单。你注意到了吗？有2户人家的窗帘一直拉上，这2户人家最可疑。我也觉得有问题。有目标出现，正走向电梯处，准备下。Sir, ma'am。我们是警察，请问有事吗？请问你是一个人住的吗？我家人都去旅行了，家里剩我一个人。那为什么你的窗帘都是拉上的？睡觉咯，我习惯裸睡，怕被人看到。先生，请你跟我到那，我还有事要问你。排除了05577这个单位，我看嫌犯应该是藏在05575。情报局已经确定05-575这个单位的屋主把房子出租给一个泰国人，而这个人前天出国了，他很有可能跟嫌犯有联系，所以把房子借给他。不过监视小组只看到其中一个人在屋里走动，暂时还没有发现另一个嫌犯有任何动静。是。如果好门窗，不要随便出来。好的，谢谢。站住！我们是警察，你已经被包围了，立刻放下枪械投降。What happened?
对。，Ma'am， 5楼单位没有人。Roger that。孩子怎么样？他没事，只是受到一点惊吓。那你没事吧？还好，只是打中防弹衣。你刚才这么做太危险了。我是担心孩子的安危，所以。Ma'am， 嫌犯将自己的人质锁在屋子里，现在怎么办？先不要轻举妄动。Sir， 嫌犯目前挟持1名人质，并与人质锁在屋内。另外1名嫌犯行踪不明，我们需要STAR支援，展开拯救人质行动。封锁现场，不要让任何人靠近有关单位。CNU 已经在途中，尽量拖延时间。Roger that。Sir， 我会先跟嫌犯进行交涉。Roger。彭萨通先生，你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出来投降。你们想怎么样？信不信我杀了他？请你保持冷静。你听清楚，我要离开新加坡。你要怎么离开？安排1辆车，一离开新加坡我就放了他，快点！我需要你保持冷静，不要伤害人质。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尽量安排的。你们不要说花样。子杰，现在情况怎么样 ？Sir， 嫌犯要求我们提供1辆车子，让他离开新加坡。OK， 现在交由 CNU 处理。你告诉彭萨通，谈判专家会打电话与他进行谈判。Roger that。唐少通先生，我是警察，是来帮你的。不要废话，车子安排好了吗？我要回泰国。我会想办法帮你，不过我想知道人质眼里还好吗？他没事，我要装满汽油的车子，快去找。你想过吗？你要怎么带枪过信华关卡？不如你放下武器出来，我保证你会得到公平的审判。我不要坐牢，车子呢？车子在哪里？我已经在帮你找车子了，不过我们还需要多一点时间安排。如果你敢说我，我就先杀了他。
有看我呀！别担心子健，他没事的。嫌犯是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手上又有武器，随时会闹出人命的。我们当警察的早就把生命置之度外了。我追上前时，嫌犯突然拿起手中的玻璃瓶刺向我于是拔枪指着他。然后呢？他一脸凶狠，继续攻击我。我是被逼开枪的。嫌犯真的是很凶狠啊！蓝天一定是逼不得已才会开枪的，我相信他的判断能力。好，谢谢。师傅，你伤没事吧？没事。调组之后能够碰到这么一起大案件，也算是大开眼界了。调过来专门罪案处还习惯吗？有你老公罩住，没问题的。恭喜你，又破了一起大案件了。谢谢你，大家都辛苦了。我总觉得这不像单纯的抢劫案，你是不是也觉得有疑点？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屋内那种凌乱的情况显得刻意，让我觉得和以往处理过的抢劫案有所不同。在翻找财物的时候，肯定会把屋子弄乱的啊。那如果只是抢劫，既然抢到了财物，为什么还要杀人呢？可能是死者反抗，攻击另一个嫌犯，才会惨遭杀害的。师傅说，嫌犯的身手很好，出手凶狠，不像一般的劫匪。别忘了，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干了不少刑事案件。如果只是劫杀，他们还有可能被判误杀。为什么当你拿枪指他的时候，他还是继续攻击你呢？唉，他们都是亡命之徒，他们的想法我们是无法想象的。对了，那张打劫名单找到了吗？可能在逃亡的过程中丢失吧。可惜2名嫌犯都死了，要不然可以从他们口中套出更多的内情。还有那个把房子租给嫌犯的人呢？我们逮捕他了，他说彭萨通是他泰国的邻居，其他的什么都不懂。我们会以匿藏、抢劫、杀人犯的罪名控告他。他也够倒霉的。
out. You don't have to do this. Open up. Okay. Okay. Relax. Come on, guys. Now you have what you wanted, right? So you don't have to do this. You can leave. I promise. I won't talk. Seriously.